OK， 好，我们接下来今天我的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跟各位做这个足部装具的一个简介啦。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演讲大纲。我想在这一堂课跟各位带来一些不太一样的观念。我们希望能够为各位在足部的这个装具呢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一个足部的情形但是呢，这个病人很不寻常的是，他七年这个足底的这个筋膜的疼痛都没有好从吃药打针做复健到这一个这个增生啦、震波啦、PRP 等等都试过都没有改善。那后来呢，我们才找到一个适当的这个装具给它使用那这是另外一个，我相信这大家也应该常常看到包括像这个低足弓啦、扁平足啦、跟腱弯曲啦这些情形那这个东西常你去矫正病人也会跟你抱怨说为什么这个后背等筋矫正好之后容易又复发其实我们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些观念或许你会对于这些东西有一些新的看法好，那我们讲到这个人类啦人类从这个灵长类的这个人猿这边一直进化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焉啦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跟chimpanzee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脚是用来承重跟走路的那当然了我们人类为了要站立跟chimpanzee这种这个用这个四肢在行走的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很久，不过我们可以专注在它的这个脚的上面好，那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bipedal 的 locomotion 就是我们利用双足来去行进、来去行走。那到底我们跟这个 ape 人猿这个跟人类的差别在于哪里呢？我想请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最下面的这一个第7个图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人类的足部，这个是 Great Ape 的足部，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同？那另外也可以请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是 chimpanzee 这是 Australias Africas 的这一类的这个人猿那到人类到 human 的时候，我们从骨盆大腿骨到足部我们这次来注意这个足部你有发现什么样的不同这个其实是发展人类学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题目了我们在足部这里也特别把它拿出来讲我有整理几个重点也给各位看到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足部呢有什么？第一个 enlarged adductor hallucis 你可以看到这个chimpanzee ape great ape 的时候，它的这个大脚趾呢是往外但是随着进化之后呢人类的这个大脚趾呢它是往内收的，而且呢它是永久的内收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什么？你可以看到 chimpanzee 的这个脚趾头其他的2、3、4、5指是比较长的你看随着进展之后呢人类这个2、3、4、5指它是属于比较短的那第3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tarsal bone 这个距骨距离的距骨tarsal bone 这个东西呢随着这个人类变得这个两足的行走之后，你可以发现这个 tarsal bone 这个 tarsal bone 变得非常的坚硬以及变得所谓的这个整形这个形状重新整形过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避免就是我们在承重的时候造成这个 tarsal bone 的这个骨头呢受伤甚至断裂这个是另外一个演变的这个情形。那其实第4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在 Great Ape 跟人类的这个足部有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具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足弓有一个足弓。那这个足弓呢，我们医学上把它称之为 medial longitudinal arch 内侧的纵向的这个足弓那这个东西呢，足弓的维持不是只有靠骨头，而是靠什么呢很坚强的一些足底的有张力的一些组织。那至于是哪一些组织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至于说两脚bipedal的这个两足的这个行走我们有这4个特征4个特征那接下来
我想来跟各位重新复习或者是温习一下啦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核心大家常讲的核心肌群核心稳定的这个系统。那我们举一个例子以腰椎的骨盆跟髋骨的这个复合体我们叫 lumbar pelvic hip complex 来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 complex 在这个腰椎骨盆跟髋骨的这个复合体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两组的这个肌肉。第一组呢，我们称之为 local stabilizer 就是局部的一个稳定肌。那这个局部的稳定肌，它主要呢这些肌肉，它第一个它的这个横切面的这个切面比较小。第二个呢它的力矩这个也比较少。它主要是在这个截段脊椎节段之间的这个稳定度来去做一个提供，所以我们称之为局部稳定肌。那局部稳定肌包括什么呢？多裂肌 multifidus 或者什么 transverse abdominis 就是这个腹横纹肌这些地方它是局部的稳定肌。那另外一组的肌肉呢，我们称之为 global mover。global mover 就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运动肌。这些肌肉呢，它第一个它比较长，它的力矩比较大。然后再来，它就能够提供身体或者是躯体或者我们在这里是骨盆的这个动作来产生那这个呢这个代表性的肌肉就是 latissimus dorsi 就是背阔肌或阔背肌那这两组的肌肉分别有它们这个功能分别有功能，一个是稳定，另外一个是提供产生动作这个产生动作如果这两个出现问题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这个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无力的或者是 mal-recruited core 在核心肌群下面它叫出来的这些肌肉喊出来或者是活化的这些肌肉呢它的这个顺序，它的这个次序它的大小比例不对，这个我们称之为 mal-recruitment core 那这个东西呢就会造成我们的什么骨盆腰椎的这个不稳定，或者是排列还不整齐排列不整齐那这排列不整齐渐渐的可能会产生脊椎的侧弯或者是这个驼背那或者是在活动的时候会造成我们身体躯体的这个 movement pattern 这个活动运动的这个形态呢受到改变造成不正常。那这个东西呢往下就会有所谓的这个下肢lower limb lower extremity 的这个 problem 那这个东西呢讲起来好像很长，其实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的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肌筋膜动力链的观念只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肌肉更加给它细分来分成两组一组就是作为局部的稳定，另外一组呢就是产生动能产生动量整体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核心稳定肌群在腰椎骨盆跟髋骨的一个解释那这个呢最近这几年也有科学家渐渐采取同样的这个角度来去分析我们的足部。我们认为足部呢是一个很复杂很精密这个互相交互作用的一个系统，所以呢最近的一些研究学者科学家渐渐的提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称之为 foot core system 足部足核心的这个系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足核心的系统主要它是有这三个系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念到的这个称之为 passive 被动式的 subsystem 次系统小系统那这个东西包括什么呢造成我们这一个足弓的这些骨头或者是足底筋膜，或者是这些韧带等等，这个我们称之为 passive subsystem 就是被动的子系统，被动式的子系统。那相对于被动子系统里面呢之外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ctive subsystem 就是主动的次系统，主动的小系统。那这个东西包括什么东西？包括我们足部的一些 intrinsic muscle intrinsic muscle 以及这个足部的外面的叫做 extrinsic foot muscles 那这个我们也是根据刚刚的这个核心的观念，把它分成为一个呢其实是所谓的 local stabilizer 就是局部的稳定肌群。另外一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global mover 就是产生
动作的整体的整体运动肌整体运动肌，这个呢是我们所谓的 active subsystem 就是主动式的一个次系统。那除了这个被动跟主动的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foot core system 这个足核心系统里面还包括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最近这几年很热门的，我们称之为 neural subsystem。neural subsystem 这个包括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肌肉肌腱的这个 receptor 这是肌肉肌腱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 receptor， 比如说Golgi tendon fiber 啦或者是 intrafusible fiber 啦这些东西那它这些东西呢可以提供一些神经讯号的一个回馈这个呢在哪里？在 local 跟 global 里面都有没有？刚刚我们看这个 active subsystem 里面里面的这个肌肉肌腱的这些它都有一些 receptor。那当然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来自于 ligament ligament 这个 receptor， 来自韧带的 receptor， 这个东西呢就是来自 passive subsystem 里面的一些神经讯号的回馈包括像什么呢？包括像 ligament 里面的，包括像 plantar fascia 足底筋膜足底筋膜那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东西 proprioception 本体感觉本体感觉那第三类的话neural subsystem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 plantar cutaneous receptor 就是足底呢足底的这个表面还是有一些受气一些感觉的温度的可能是这个微小刺激的一些受气所以我们的这个 neural subsystem 就包括这三种那跟这一个 passive 的跟 active 的这两个system 三个组合起来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很流行提倡的就是所谓的足核心的这个系统对不起好，那 foot core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那个 passive 的 subsystem 那 passive 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是包括像这个足弓啦、韧带啦这些东西那这个足弓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刚刚讲过它有内侧的足弓，有外侧的足弓，这个我们称之为纵足弓，纵向的足弓，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横向的，我们这个称之为 transverse 的这个 arch transverse arch 那至于说这个足底的这些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像 aponeurosis 啦，或者是 plantar 的这个 ligament 的时候呢那 Dr. McKenzie 呢他把它称之为一个 functional half dome 啦他认为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 lateral、medial、superior 这些 arch 呢它组起来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什么？提供一个像那个 dome 就是像一个那个罩盖的这种意思啦就是说各个地方的张力它以这一个我们这个 talus 为一个中心那它来去分布那它可以平均分布到各个地方去，来维持足部的平衡。那这个它把它称之为 functional half dome half dome 那这 functional half dome 呢怎么样去达到它的功能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了当然就是有这一个足底的筋膜啦足底的筋膜来组成它的一个这个足弓，我们称之为 Palmar aponeurosis 就是在这里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就是足底的 plantar 的 ligament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的 ligament 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个我们称之为 metatarsal ligament 啦那还有就是什么？这也是另外一组的 metatarsal ligament 然后还有这些 ligament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很特别在我们大脚趾跟其他脚趾的脚跟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这些 ligament， 我们称之为 spring ligament 不是纯韧带是什么？它是有像弹簧一样的效果的一个韧带那这个韧带非常的特别等一下我们的介绍也会继续再谈到它好，那足部的这个 active 的 subsystem 我们刚刚说过有分成两组了第一组我们称之为整体运动肌整体运动肌。那整体运动肌的时候，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起点它的起点是在小腿腿部腿部那它的终点呢是在我们的足部在我们的足部，它是比较长的这个切面面积比较大的那它可以提供动作的产生，这个我们称之为 global movers 这个整体运动肌。那另外一种呢它的起点跟终点这些肌肉呢起点终点都是在我们的足部都是在我们的足部。而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它比较小，第二个它切面比较小之外呢，它的这个力矩也比较小，它主要呢是维持我们足部的这一个稳定，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把它称之为局部
稳定肌。好，那这里有包括这些肌肉，我想大家先简单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讲。好，那主要就是我们4层的这个足部的这一些肌肉，它就是属于这种足部的稳定肌。好，那这个 active subsystem 我们刚刚说过了有局部稳定肌，有整体运动肌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把它做一个表格来给各位参考。好，第一个局部稳定肌，肌肉是包括哪一些？就是我们说 plantar 的这个 intrinsic muscle 里面，总共4层，这些都是，而且它的 origin 跟 insertion，起点终点都是在 foot，而且它的这个肌肉的特征就是什么？它这个运动的这个力矩呢，它是小的 s small，然后再来它的横切面这些肌肉呢，也是属于比较小的，这是 small，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说 local stabilizer。stabilize 什么东西 ？stabilize 我们的 arch， 我们的足弓，我们的足弓，然后呢，来经由local stabilizer 来控制什么呢？这个 arch 的 deformation， 的这个 degree 跟 velocity， 就是这 arch 呢，这个变形、骑行状况的这个角度的这个程度跟这个速度这个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这个桩距的定义就是什么去矫正什么 deformation forces 嘛deformation forces 所以在这里我们重新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 local stabilizer 局部稳定肌是什么？可以减少我们这个 arch 的 deformation 也是 arch 的 deformation forces 就是在这里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说它是整体运动肌 global movers， 包括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从小腿起源，然后接到足部的像这个 lower leg 出来的到 foot 的这种 calf muscle， 这些都是或者是那这个东西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力矩movement arm 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它这个肌肉本身的这个横切的这个大小也是属于大的那这些东西就是主要我们产生运动的这些肌肉，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global movers 整体运动肌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local stabilizer 这4层的 intrinsic plantar intrinsic muscle 包括呢什么东西呢？我们简单看一下比如说 abductor hallucis 或者是 FDV flexor digitorum brevis 或者是 abductor digiti minimi 所以这些肌肉呢其实总共有11条都是在这4层的 plantar intrinsic muscle 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局部稳定肌局部稳定肌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它如果是 malfunction 功能欠缺不好的时候，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的足部的 stable 这字打出 stable stable 跟 malalignment malalignment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站立跟平衡的基础，它要是变得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不正常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产生足部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临床在面对病人要开立桩距给他使用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找出他的足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因着这个病理学的原理往后去推敲看看找出来它是哪一些肌肉它是哪一些组织，它是哪一些神经控制是产生问题的那产生malfunction的所以这种拆解方法我们就是从前面这个问题这边往后往回去拆解所以这个东西呢大家就可以知道所以足底筋膜炎 plantar fasciitis 呢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plantar fasciitis， 我们足底受到压迫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它很可能跟我们的足弓的这个稳定度，还有呢就是我们推进的这些速度前进的这些速度那甚至还有就是我们足部的一些神经都有关系所以这个 plantar fasciitis 的这个观念我们了解以后，你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理解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第3个系统foot core 有3个系统 active passive 跟什么 neural neural 的话这个 neural 的这个 subsystem 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 sensory 的 receptor 啦我们刚刚讲过像这个主动跟被动的 subsystem 里面的比如说 tendon 啦 muscle 啦 joint capsule 啦 ligament 啦 plantar fascia 啦这些地方它会进来一些讯号，有没有这个图就是肌肉啦韧带啦关节囊啦这些地方它会进来一些讯号，那讯号它主要就是在本体感觉然后到我们的这一个中枢神经去来去做一个这个回馈来做一个回馈所以这个时候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肌肉、肌腱、关节囊的这个感觉之外，我们也有提到 plantar sensation 足底的足底的这个感觉呢，对于步态跟平衡很重要，步态跟平衡很重要，而这个东西呢，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让它产生？因为这些我们说足底，第一个这些它是比较深层，第二个呢，这个地方面积比较小，所以它能够直接感知的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因着走路啦、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去牵拉。会去拉扯，会去拉扯这些组织，拉扯这些组织，我们可以从这个组织的反应，来反应，来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就是从它的 anatomic position 跟 alignment，那这些这个解剖学的这个摆位啦，还有就是这一个排列等等，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neural subsystem 呢是不是有问题？好，那我们这个足核心的这个观念，简单介绍过之后呢，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它的这一个这个核心的评估核心的评估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包括像一些 menu 徒手的这个肌肉的检查包括像什么 toe grip 去抓脚趾头去抓来抓的时候去量测它的这个力量，叫做 dynamometry dynamometry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pedalbarography 就是测我们的足底压对不起然后再来就是 paper grip 就是抓指的这个能力还有就是像一些 intrinsic muscle 的这个 positive test 那至于说影像学跟电学诊断，我们呢也可以来作为一个这个 foot core 足核心的一个评估的工具包括像什么呢？我们可以用 MRI 来做什么呢？看它这个肌肉这些结构，它的 cross section 的这个 area 看大不大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来去作为一个量测什么东西呢？这些 intrinsic muscle 的 total 的 volume 全部的肌肉的总量是多少？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工具。那我们复健科医生常用的这个肌电图通常是 surface EMG surface EMG， 我们通常是用来检测哪一条肌肉足部的话一定会做什么 abductor hallucis abductor 外展拇指肌abductor hallucis 那因为这个 abductor hallucis 呢，它是 medial arch 很重要的一条肌肉所以我们 EMG 都会去测它。好，那再来的话这里介绍一个比较新的我们称之为 intrinsic foot muscle test 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什么目前来讲可能是非常有希望成为一个标准的这个 functional 功能的一个评估。那它怎么做呢？它就是在我们脚在 neutral foot 的 posture 这个地方这 subtalar joint 维持在 neutral 的这个 posture。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什么呢？就是从单脚站立那个志光理事长有讲过这个步态分析嘛在单脚站立期的时候，我们来去看它如何去 maintain 它的保持它的内侧的纵向的这一个足弓 medial longitudinal arch 以及如何保持它的 neutral foot 的 posture这样知道吗？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我们像单脚站着的时候，看你能不能维持足弓，能不能你维持脚踝足部在正确的这个 neutral position 下面，这个我们称之为 intrinsic foot muscle testing 那为什么要这个讲很重要？我们呢看一个装具有没有效，就是什么？我们帮它装上去之后，看它做这个 functional assessment 是不是可以恢复到它疾病受伤退化的之前的这个状态，或者是更好就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的测试。我们穿了这个装具之后到底有没有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去做，而不是说做完了就拿去给他他穿了就没事就没我们的事，不是这样子的好那 foot core 呢这个足部的这个核心除了这个装具之外呢我们可以做哪一些核心的这个训练包括什么？第一个这个大家一定常常听过我们这3个图也都有。第一个 toe flexion exercise 这个是最传统的 toe flexion 包括2个动作啦就是
这个第一个就是夹毛巾夹毛巾 towel curl 对吧？把毛巾卷起来那第二个就是 marble pickup 就是什么？捡小石头丢到杯子，捡小石头丢到杯子，这个叫 marble pickup。那这两种传统的 toe flexor exercise 是做什么？哪两条肌肉呢？就 flexor hallucis longus 跟 flexor digitorum longus 也就是弯曲大脚趾的肌肉跟什么？弯曲小脚趾的长肌这两组肌肉OK， 那在这里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新的这个运动我们在做完装具之后可以配合来去使用的这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 short foot exercise 叫做短足运动，就是做了让你的足部变短大家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有其实我们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plantar 足底的这个 intrinsic muscle 的这些收缩这些收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些 intrinsic muscle 呢它是我们的这一个 foundation 是什么？是足部跟踝部附件的 foundation 的短足运动。所以短足运动呢这个东西在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正常是这样子，但在做的时候自己的脚试着往内脚踝脚跟试着往前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足部让它实质上会变得比较短，所以我们才称之为 short foot exercise 短足运动。那短足运动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sense subtalar neutral 就是在做的时候你要感觉你的 subtalar joint 呢它是在 neutral position 的样子的所以这个也要请大家记得一下短足运动的精神那当然最近这几年也有人在探讨什么 barefoot 或者是 minimal footwear 的 training 为什么会这样讲光脚走好不好有好处有益有坏处，但是好处是什么？我们呢先前穿鞋子穿袜子而被遮盖的这些 neural subsystem 的这些信号呢我们可以经由裸足或者是穿越来越少的 footwear 来去恢复这样子的一个 neural 的这个感觉，这样知道吗？我们刚刚 Foucault 不是讲3个吗？一个 neural， 一个 passive， 一个 active 嘛那我们因为长时间穿鞋子啦穿袜子啦穿这些鞋具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barefoot barefoot 的 sensation 所以这个东西呢最近也是一个很热门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如何把这个 barefoot 跟 minimal footwear 这个实践在我们的这个足部的辅具上面OK，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人类的足弓人类的足弓呢这个东西它是由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 leg spring， 我们刚刚讲过腿弹簧了腿弹簧来去组成的。那腿弹簧包括什么呢腿弹簧就是像我们的 Achilles tendon 阿基里斯腱还有就是 plantar aponeurosis 足底的这些筋膜还有就是 spring ligament 有没有又出现了 spring ligament 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内侧那这些东西呢它会造成我们的脚它有一个弹簧的就像弹簧般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leg spring 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这个都是 leg spring 在什么时候会比较用得到？在跑步的时候比较会用到，在走路倒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大家先记得这句话，等一下我们后面看例子就会清楚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它有一个 longitudinal arch 足弓，我们刚刚讲过了它是什么？有内足弓有外足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这告诉我们，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跑步人在受测者在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 mid stance 就是脚步到 mid stance 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足弓反而是变低的，变 flattened 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间呢在跑步的时候很快我们的这个 elastic tissue 就足底的这些 elastic tissue 就被拉了，被拉扯了那这个东西 foot arch 在做运动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可以这个什么，在我们足部的冲击foot impact 可以作为一个 cushion 而且各位记得我们这个筋这个筋膜这些弹力组织拉开之后会不会回来？会所以它的这种 recoverable 的这个 straining injury strain 就拉开以后再回来，像橡皮筋一样，回来之后它还是会释放出一些动能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说的足弓的构成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所谓的人类的 intrinsic muscle intrinsic muscle 那 intrinsic muscle 这些东西呢，我们用肌电图去分析它的讯号，结果发现什么事情？
啊，它在跑步的时候，这些 intrinsic muscle 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但是他们这个在跑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firing EMG 的这个检查 firing 哈是最一致的，最一致性的。但是你如果是在走路甚至休息的时候，那量起来的话，果然就是有比较差一点，比较差一点。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的那个走路的这个 leg stance，leg stance 的时候，那要这个东西就会比较活跃，比较活跃，比如说我们这个 foot intrinsic muscle 在 stance phase，在走到最后一脚要离地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其实就很需要用到我们的足部的 intrinsic muscle 了，好，那再来就是它可以控制load distribution，就是说它的这个足部刚刚讲过嘛，它是一个足部的核心的概念嘛 ，foot core 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它牵引法的动学层牵引法的动学层，好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足部的装具不过因为我个人的习惯我习惯还是把疾病一起讨论你懂了疾病之后有诊断正确。治疗才有效，诊断正确，治疗才有效，这个是我秉持多年的一个原则，所以在这个前中后组的这些装具在那之前我会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常见的疾病。那了解常见的疾病，再加上刚刚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对于装具使用你就了然于胸，了然于胸，而就不需要去背一些这种拗口或困难的这个规则啦，好，这样了解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中后组常见的疾病因为前中后组都很多了以前在这个医师园教育学会讲了7年的这个课里面就有讲到这个髋膝踝髋啦、膝啦、踝啦、足啦的这些疾病在去年讲过一大轮1天8个小时所以今天在50分钟内要讲完真的是非常辛苦啦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抓紧时间介绍前足、中足、后足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会一个一个跟各位去介绍。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拇指滑液囊肿，叫邦捻。邦捻这个是什么呢？在大脚趾的这个关节，它可能因为滑囊的发炎，可能因为关节炎就会造成这样子的肿起来。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做的超音波做起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低回声的这个东西，表示这个地方呢，它可能有一个滑囊炎或者是积水那这个需要我们去处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已经治疗好消肿了或者他避免再受到伤害，比如说像这样的人他其实穿鞋子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这非常宽，然后再加上穿凉鞋会磨到，穿皮鞋、穿布鞋全部都会磨到，他到时候就不要穿。那不要穿的时候呢，活动力又降低这其实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什么？用邦捻shield就是这个是一个细胶的材质细胶材很软很柔软，套在哪里？套在我们这些凸起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细胶拇指垫好，那 valgus 是另外一个常见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脚趾或者大拇指的这一个外翻其实很常见。你看有的人弯到怎么样呢？弯到这个地方你看2根的脚趾头还是 overriding 就是骑到这个大脚趾上面去这个就是严重的一个 hallux valgus 好，拇指外翻那 hallux valgus 的话，我们有一些量测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外翻它这个有需要处理吗？那这个我们有一个角度可以来去测第一个就是它外翻角度跟你严重性可能是有关系那这个角度是什么？这个我们称之为 HA 就是 hallux valgus angle 这怎么量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条线这条线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对不起这条线这样过来大脚趾是往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就是 hallux valgus 的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所谓的 HA angle 就在这个地方 HA angle 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同学一定就举一反三老师我知道什么是 IM就是 intermetatarsal angle 就是说它之前这一条线跟这条线，这个是第一二脚掌指之间的这个的角度越开当然就表示这边上面这里大脚趾这里会代偿回来，会变脚趾拇指的外翻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公式，也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HA就是我们这个大脚趾跟这个
远端的这些指头这个角度如果大于20度啊，就要处理的啦。好，然后 IM 我们刚刚讲第一跟第二脚趾的这个距离啊，如果超过5mm 啊，我们对不起，超过9度啊，超过9度啊，超过9度，多于9度，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拇指外翻的一个测量啊的这一个重点。好，喝个水啊。好，那我们这个脚趾啊，哈，这个大拇指啊外翻啊，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当然第一个啊，它可能这个本身这个我们这个直指韧带这个地方，它可能有退化有变形，这是一个。那或者是它这个外面，你看这个关节外面的这些侧韧带可能有受到损伤过。好，还有就是什么？这3条肌肉啊，这3条肌肉。跟这一条肌肉啊，这3个的话是什么 ？adductor 啊，内收足部的拇指的肌肉哈，这个叫 adductor hallucis 好。那如果是像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外展啊，外展这个是 abductor 外展啊，母足肌这2个肌肉的力量不平均，可能是它弱它强，或者是它弱它强，就会造成我们大脚趾的偏移啊，就会造成大脚趾的偏移。好，所以有没有足核心的观念一直在里面？刚刚讲这个东西是什么 ？active system 嘛 ，active system 跟什么 passive system， 对不对？好，好，那再来的话，哈，在这个拇指外翻，哈，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效应，我们称之为弓弦效应啊。好，弓弦效应你可以看到，它如果已经往外翻了，变严重的时候呢，我们足部，好，足部的这2条肌肉，这个我们称之为 adductor，好 ，adductor，好，那这个是。这一个是 flexor， 一个是 extensor 的，对不起，我讲错了啊。这个是 extensor， 这是 flexor。好，那这个东西一个是这个 extensor hallucis longus， 好，伸拇长肌，另外一个是让它弯曲的这个 flexor hallucis longus。好，各位可以看到，它如果不直的情形下面，你这2条肌肉一去施力，就是好像什么拉了一个弓，好，弓啊，好，你把它拉满。好，拉满准备要射箭嘛，好，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好，因为这个肌腱，好，这个 FHL 跟 EHL 往这个方向拉，结果造成它的这个外翻更严重。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之为 bowstring effect， 好，称之为弓弦效应，是不是？这看起来很像一个弓，这里像一个弦嘛，好，只是这个弦有前后2条，好，把它这个往这个方向拉，好。OK， 好了 ，Spalgus 啊，哈，外翻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好，就是使用这个外翻的这个硬式的这个装具，哦，它脚哦可以随着这个活动，那或者是使用什么？哦，分子器，或者是使用这个东西，哦，这个就是外翻的这个套子，啊，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可以，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啊，这个叫 turf toe，啊，turf toe 啊，哈，这是我们大脚趾啊的这个关节周围，啊，它韧带可能有受伤，可能有受伤的时候，它初期啊就会造成这个地方的疼痛，啊，异物感，啊，异物感，还有肿胀啊，活动。好，受限等等啊，那 turf toe 啊，哈，其实通常不需要开刀，好，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好，怎么处理呢？啊，我们大家都记得以前叫什么 PRICE 嘛，对不对？啊，保护休息冰敷压迫抬高啊，但是后来啊就改成 POLICE 啊 POLICE， 但是现在最新的啊前几年我们这一个急性期的照顾就是变成 Peace and Love 啊 Peace and Love 啊，主要啊就是强调主动关节的活动啊，那先前跟 PRICE 的这个原则并没有差很多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查一下，再复习一下啊。那这个是 turf toe 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受到很大的力量，在这个 flexor 啊的这个肌腱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受伤，这叫 turf toe 啊。那 turf toe 呢，这个我们叫这个草皮指啦，要使用什么装具啊？其实就是避免它再次的过度弯曲，或者是你像往前跑的时候，脚趾头往背屈去拉到去受伤去用力，这样子就不行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常用的有2种，第一种就是这样绕过来它可以贴在足底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肌贴就把它这个贴这样子它就比较不会外翻那这个就是我们 turf toe 的一个这个装具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介绍一下 curly toe。颗粒头这个东西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这个是近端的指尖关节，这个是远端的指尖关节，那可能因为疾病受伤退化的这个原因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些关节有一些弯曲，有一些变形，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curly toes。
好 curly toes 好，那 curly toes 的话包括哪几些呢？好，第一个好，这个东西好像那个猫爪啊抓起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称之为 claw toe 好 claw toe 好 claw toe 好，那第二个呢，好，就是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这个地方就已经弯曲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在弯曲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好，还有很长的一段，像什么？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嘛，雷神索尔嘛，对不对？他拿一只锤子，好，锤子啊，哈，前面这个是金属的这个部分，好像一个锤状，啊，锤子的样子，好，那再来当然就是马类透，马类透这个东西啊，哈，马类透它这个就是最远端的这个关节，哈，它去受到这个伤害，弯曲的不能伸直，哈，这个我们就称之为马类痛，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其他，它就乱排，啊，这个我们称之为 curly toe，啊，curly toe，啊，所以这些哈都是在我们足部的门诊很常看到的一些疾病，啊，那怎么做治疗？啊，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短期的，啊，这个护垫，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跟这个地方给它分散压力。啊，分散压力，好，不要说啊，因为这个地方造成破皮了，这样子就不好啊，这个是分散压力。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好，你看它这个套上去之后，它有一个指扣，就把它扣住，啊，它就不会去跑掉，啊，那就是矫正我们脚趾的这个功能了，好，那在做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啊，尽量要达到最大的矫正效果。那怎么达到呢？好，当还是一样，那个老话。足核心啊，足核心这个东西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一个神经控制系统不好，矫正效果就不好。它如果说被动的肌腱、韧带啊这些东西功能不佳，矫正效果也不好。然后再来最 active system 就是什么？它的这个 local stabilizer 啊跟 global mover 啊这些肌肉分工做得好不好？好，有没有肌肉力量不够？如果不够，要赶快去做训练，好，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一个这个这个装具呢，达到最大的一个矫正效果矫正效果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好，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像刚刚讲过了它是有一个 hammer 或马内 deformity 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个分子器来去帮它固定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选手他那个状况不是那么好我们会给他用什么肌贴给它贴起来贴起来同样也可以避免他因为这个再次的这个足底的这样子的状况去受到影响好，那对于说这个指头靠在一起或者是跨上去的我们有一个东西称之为分指器指尖垫都可以就是把它放在脚的中间。你看这个中国那边甚至呢有做那个一排的整只脚都可以用到整只脚都可以用到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 metatarsalgia。metatarsalgia 就是什么呢？我们指骨的这个疼痛，通常呢，是在第二指到第三指脚底的发炎疼痛。那这个东西呢，它平常像有一个球状的物体，你如果开始感觉有异物感，或者是站立啦、跑步啦、弯足啦，足部弯曲，或者是走路就会痛，那可能就要合理的怀疑它是一个 metatarsalgia。那为什么会疼痛因为郁裂太多，高足弓高足弓的时候，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压力变得比较高那末顿是指的过重啦、斜距不合啦、压力性骨折啦、末顿神经瘤等等这些都是那什么是危险因子当然就是跑跑跳跳啦这些高跟鞋高跟鞋还有就是什么呢体重过重。这些还有什么发炎性关节炎等等这个我想我们就可以继续再追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叫 Morton's neuroma。Morton's neuroma 这个东西呢，就是踩到鹅卵石的那种异物感、不舒服、点点丢丢啊呢，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第三、第四节之间最多那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刺痛啊、烧伤啊、麻木感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挺不好受的啦有人走一走，突然啊一声很痛，那就走不下去，就突然跌倒有的一问才知道说原来它是一个 Morton neuroma 啦Morton neuroma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什么东西容易造成这种状况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不要穿的辅具。什么不要穿？薄底高跟尖头鞋薄底高跟尖头鞋这个千万在这个 Morton neuroma 的病人不要给他穿因为这个东西只会越穿越这个液压脊液压脊变得越大这个 Morton neuroma 那处理原则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简易版的就是 PRICE 啦那还有就是 NSAID 那还有减重然后另外治疗期间尽量少跑少跳就不会造成这个地方的进一步的伤害好，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metatarsalgia 啊，metatarsalgia 在使用的这个东西啊，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缠带，好，然后里面有用我们的这个护足，好，那这个现在有更新的方便的是什么？做成像有粘胶这样子，哈，你可以撕一片好起来把它粘着，好，那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套在指头上面的这个磁力控的这个垫子，我们称之为矽胶垫，好，那这些都是我们直店常用的一个装具，好，好，那接下来再讲一下这个 Bonionet， 好，Bonionet 这个东西啊，哈，又叫做 Tailor's Bonier， 为什么叫 Tailor？ 好，以前做裁缝的人，哈，他不像现在很轻松，他是什么脚插脚，啊，脚跟脚插在一起，好去做，或者是敲一只脚，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哈，足部外侧的这个地方，哎，很容易就会造成摩擦，啊，所以这个名称啊叫做这个 Tailor's Bonier， 好 ，Tailor's Bonier， 好 ，Tailor's Bonier， 好，那这个通常就是因为啊这个表格，哈，对不起，哈。比较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啊，因为外侧这里去摩擦，你看它摩擦到这个指头都变红了，这个都有点要破皮的啊。那这个东西呢，它还会合并什么？第一个啊，足部的这个 forefoot 它是比较宽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因为摩擦久了之后，它的这个地方会怎么样？会有 hyperkeratosis hyperkeratosis 那这个是它那边这个小脂囊炎常见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完以后，其实这个东西在 X 光下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级啦，分成3级。好，那临床上大家也可以比较看看。那第3级的话，通常就是第1指跟第2指的这个角度稍微这个超过8的超过8度那表示说它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说的这个外翻了外翻好。好，那另外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了就是说我们在观察这个病人足部的问题的时候，不能直接叫他就给他一个辅具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的第1大脚趾跟第2大脚趾怎么样？第2脚趾这个地方呢比较长第1脚趾看起来比较短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之为 brachial metatarsal brachial metatarsal 那这个东西这个 metatarsalgia 那这个东西你就看过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大概怎么样可以去帮忙它可以去帮忙它好，那接下来这个给各位看一下这些东西其实你看它这个都是那个不是布的这个都是矽胶矽胶这个先剪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服务的量比较大一点所以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跟辅具一样跟那个护目一样可能都要先准备一些基本的准备一些基本的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叫预制或者是可以利用客制化来去做那这个指尖你看这个都是用现在矽胶都做得非常好那这阻力这些东西都不错好。OK， 好，那到这边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画家啦，叫波利切利，波利切利，意大利的这个画家，他大概在14到15年，1470到1490年之间，画了这幅画，这幅画也是非常的有名，这个叫春Primavera，Primavera，这个Botticelli 画的这个画 Primavera 这个春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一定有听过叫做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的诞生。那这幅画它有趣在哪里呢？它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个是 Primavera 那这个是这个风神这个巨蜥这个是维纳斯啦美神然后这个是 Mercury 那这个它是9个人9个人，你看它这有9个人代表含义呢，这个是3月寒冬，4月春天，5月这个是 Mercury 这个是风啦这个是风北风这个是5月这个来就是它这个有一个时序，它里面大概有9个人，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形象那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花非常多了根据研究他们好像是说大概有超过100多种，接近200种的花在里面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画是多么的这个精细那我们看名画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只有看这个我去名画的时候我常常会盯着一些特殊的部分看，比如说像哪里呢？像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春天女神 Flora，Flora 是最漂亮的一个其中嘛那也可以看到她的脚，她的脚有什么特征？第2脚的脚趾头
比较长，好，第二角脚趾头比较长，好，那这个画家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好，那其实在现实环境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你看像这个病人，好，他的这个大脚趾他有往外一点翻，第二脚趾头比较长，好，这我想这大家。我直接讲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这个我在美国纽约啊，去爱丽丝岛去拍啊这个自由女神的时候，也发现自由女神的脚也是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莫顿氏指。什么叫莫顿氏指？它第二只比第一只长啊。那莫顿氏第二只比第一只长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大拇指的这个活动的动力链的方向会从这个方向来，大家看清楚变这样。再看一次，从这样变这样，那变这样的时候，它就会有怎么样了？大脚趾往外翻这些人常常合并有一些扁平足那我们临床上常常看到他是常常扭伤啦、膝盖痛，甚至什么下背痛会来我们这边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上一堂课讲到的动力链失调的概念嘛，对不对因为你足部的这个 stabilizer， 大家现在有足核心的概念之后呢，足部的 stabilizer 不够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就会一直往上在这些地方产生一些问题，最后造成我们的髋部、腰部甚至颈部的不舒服这个就是动力链失调的一个例子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这个中足中足损伤很常见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通常是什么？从树上跳下来，垫脚尖的垫脚尖从树上跳下来或者是骑摩托车骑脚踏车整个停车的时候，垫脚尖一个力量下来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中部的足部造成会一些损伤，当然严重的话就会造成骨折那如果没有的话，造成这些韧带的损伤，那这个我们称之为 disc frank injury 中文叫做腹直关节损伤。这个东西呢就是在中间足部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临床上可以把它区分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如果是在第一指跟第二指的空隙是2到5个 millimeter 的这个空隙当中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韧带还没有完全断但是超过2个5个 millimeter 之后呢这个在成人很可能就是这个韧带已经断掉，或者是已经造成骨折了好，那这个是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骨折，这是我们实际上照顾的这个例子你看严重一点，你看撞到它这个地方裂开，它就骨折了，或者是什么这个骨头它没有骨折，但是它错位，或者是什么像它这个地方它有变得比较窄那这些东西我们说跳下来受伤之后呢，第一秒钟足背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时候你要够细心把它翻起来，你看到哇这个地方怎么样，一堆都是什么淤青嘛淤青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说我们在中足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受伤 disc frank 的这个损伤那这个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什么装具来把它固定，那固定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缠绕什么，让我们的第一指跟第二指的空隙能够接近嘛，在那上面的韧带能够生长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装具，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它装在什么 midfoot brace midfoot brace 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肌贴扎把这个东西贴起来这个是简单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扁平扁平的话这个你知道我们足弓会有高的有低的嘛，对不对低的时候呢它就会扁平那你可以看到，你看这个是扁平足，你看它是扁平成这样子或者是你看站着的时候它这个足弓这么低那这个再严重一点，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它站着的时候怎么样，它的这个脚跟呢都已经变成 X 型变形了，然后足部呢是一个这个 pronation 的这个动作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已经比较严重可能就需要开始治疗那我们怎么量测它有没有扁平足在这里有几种方法我只跟各位时间的关系，我只跟各位介绍一个我们最常用的角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 calcanea 跟 fifth metatarsal 就是脚跟骨跟第5脚掌骨的这一个角度就是你看它沿着这个线边呢这样画上去然后沿着第5脚掌骨这样子画过来，这样画过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角度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阿尔法角那这个阿尔法角就是所谓的 arch angle 足弓的这个角度。那足弓的角度大家知道，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如果是它足弓变低，是不是这个角度会变大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它大于165度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扁平足啦我想这个
观念啊，哈，大家要有就可以了，哈。那至于说其他的这个量测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做这个逐步的这个课程的介绍，哈，是装句，好，所以这里我就简单带过，好，请大家记得这个量测的方法就可以了，好。那为什么要处理这个东西呢？好，处理这种，因为足弓变低，低足弓它会怎么样？它第一个足弓变低，这个 core stabilizer， 好，这个足部的稳定，好，足部的核心不够之外，它会造成耗能的增加。最重要是什么？运动轴心会偏移，偏移的时候呢，这个足核心好就失去这个功能，好，那这个东西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它这会造成这个下肢一排上去这样的问题，动力链失调，好，动力链失调，好，这个刚刚我们都看过，我们就简单跳过去，好，好，那讲完我们足核心的概念之后，大家再来看这个脚是不是就更有概念了，好，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脚为什么会用力，因为它架大脚趾外翻。再来呢，他每一脚都用力是什么？因为他怕不平衡，会滑倒，会跌倒，所以他脚就一直抓着，一直用力，抓着一直用力的时候，造成什么？我们足底的筋膜啊，足底的筋膜啊变得比较绷紧，绷紧的时候，你去走路、去跑步、去踩地的时候，它就直接去撞击到，就会造成疼痛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推测的足底筋膜炎啊的这个原因。所以这怎么矫正？怎么矫正？我们要使用一个足弓垫，好，给它的足部垫起来，让它的这个角度变小，好，就会比较好一些，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足弓减压垫，它有这个细胶垫面可以塞到里面去，好，然后这样子来给它固定，好，好，那我们包括像这一个，好，刚刚讲的传统的，好，弯曲的这个动作，还有呢踩的这个动作，这个目的都是在于做什么呢？好，在于重建。好，我们足核心的系统，好，重建我们足核心系统，这些装具跟运动目的是在于重建跟强化，啊，重建跟强化，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有介绍过，我们的这个纵向的这个 arch， 好，纵向 arch 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在内侧，一个是在外侧，一个是 medial， 一个是 lateral， 好，那当然还有分两条，一个前面一个后面的，这个我们称之为 transverse arch， 好 transverse arch， 好，那这个东西它分别有一个轴心点，比如说以内侧 medial 的这个 longitudinal 的这个点，好，就是在 tarsus， 好，那 lateral 的话就是 cuboid， 好 transverse 在中间就是 cuneiform， 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记得以后都会用到，因为维持足弓跟这三块肌肉，三块骨头很有关系，好，那为什么讲到足弓呢？其实我们的足弓，纵向的也好，横向的也好，他们可以透过什么协力合作来去什么支撑我们的体重。好，各位可以看这个东西是 transverse， 好，这是 longitudinal， 好，那这个 transverse 的力量如果 hold 得够紧的时候，它的足弓可以 maintain 住，然后这个内侧的这个足弓，你把它练好一点，它也可以 maintain 住，好，所以我们这样子施力的时候呢，就可以对 ankle 的这个 force 来去做支撑，好，那这个东西就是纵足弓跟横足弓合并，就是一起打天下的一个故事了，好 ，OK， 要赶一下因为时间有点不够。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足部有两个 mechanism， 一个称之为绞盘机制。绞盘，什么是绞盘？我们就是拉线拉回来这样子，我们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它其实不是只有连到这个 metatarsal 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往前连到指头，所以你看正常的人在这样走的时候呢，是足底的筋膜还好，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这个站起来是这样用垫脚尖站的时候，这个足底的筋膜就会受到拉扯，就会变紧，那变紧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会变得绷紧，然后就会有一些现象。那我们现在指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 PAMA plantar 的 aponeurosis， 那在足底的这个 aponeurosis 呢，那这个在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在走路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足部这个背部 MTP joint，MTP joint 往上翘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这个地方它就会把它锁紧，把它绷紧，就好像什么绞盘一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
windlass mechanism。好，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好，比如说你看像穿高跟鞋，有的人说，哎，我穿高跟鞋，为什么穿高跟鞋我的脚跟会痛？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站着的时候呢，你看它的这个力量，它这里往前的时候呢，会把我们足底筋膜去拉扯，会变紧，很容易就会出现类似足底筋膜炎的这一个症状。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刚刚讲过 foot core 足核心的这个观念，你渐渐有了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要处理这种状况要怎么做。好，第二个是这个我们 arch spring。arch spring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足弓，它是像一个拱桥一样。好，那中间的这个两个箭头的这条黑线呢，它是一个我们这个 ligament。你可以想象它是一把弓，然后下面这个弦呢是我们的韧带。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拉力。这个拉力的时候呢，你正常来讲它会维持曲度，但是你如果踩着的时候，它下面往下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暂时撑开，然后再回来。撑开再回来。那撑开回来好像弹簧一样，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 arch spring mechanism。mechanism。好 ，OK。这个就是我们的 windlass 跟 arch spring 的这个差别啦。windlass 像这样子，它是不活化的。但是如果你是把它的 MTP 往上翘起来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什么？它的足底筋膜的绷紧，绷紧，绷紧，这个是 windlass。那 anti spring arch spring 是什么呢？你看就是这样，它足弓在这里，你力量下去的时候，它那个弹力怎么样？足底筋膜就把它拉开，拉开以后呢，它会再弹回来，弹回来，这个就是我们说弓弹簧效应，弓弹簧效应，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足底筋膜足底筋膜的发炎。那足底筋膜的发炎呢这个大家常常听到早起痛苦的第一步啦。早起痛苦的第一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认为是足底的这个flexor 这个 tendon 这个可能是 inflammation 或者是 tear 啦。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疼痛，它不是只有足底筋膜发炎，包括什么外侧的脂肪垫不够了，或者是这个地方长骨刺，那更甚于什么？这里通过的一条根神经去受到压迫，它都会造成这种早上痛苦第一步的这个现象。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利用足底垫跟足弓垫。但是在这样的个案的时候，你觉得够不够？不够嘛？为什么？因为它还有一个垫脚尖的这个情形，这个会产生什么 windlass mechanism。windlass mechanism。好，所以呢，这个装具使用的重点就是不是穿上去就没事了，要怎么样重建足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足部这个 local stabilizer 弄好，然后呢，这个产生动作的这个肌肉呢，也要顾好，然后再来就是减少我们说 mechanism 什么 mechanism，windlass 的 mechanism， 还有就是 arch spring 的 mechanism，不要去跟它这样做硬扯，不要做硬扯，OK。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另外一个情形，脂肪垫，随着年龄的变大，它变薄了，变这个弹性不好了，有时候就会直接去撞击到，就会不舒服，这个是脂肪垫综合症，脂肪垫症候群。那或者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神经，在进入足底筋膜之前有受到压迫，这我们称之为这个踝管症候群，tarsal tunnel syndrome。好，所以我们在使用足底筋膜炎的时候，装具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例子，它是足底的这一个脂肪不够，但它旁边可能还有所以我们就会用什么？用这种这种高式的从旁边给它这样挤过来。但它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足底的长骨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用什么？可以给它用这一种的这种的东西，它不会刺激到骨刺会比较好。那当然有些人他是整脚的这个吸震的能力就比较不好了我们就会给他用这种全式的全足式的的这一个辅具。OK。好，那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先暂时休息一下暂时休息一下